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断联中的他想对我说什么，以及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暂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今天宇宙透过塔罗牌还有字卡所想要带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在验证牌地方是你们目前在对于对方的心情会是如何。好，那杨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好，那这样的话，第一张牌我们抽到的是钱币王牌。那钱币王牌意味说，在你们目前这一段已经断联的关系之中，现在的你其实是非常的想要和对方联系，或者是说你们会希望可以早日的和对方可以恢复到原本你们所和谐或者是能够一起相处的那样的一个时光。也就是说，现在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对于和他之间能不能够在一起，或者是说他喜不喜欢你们，或者是他在对于你们的感觉，已经不会是你们现在目前最想要知道的答案，或者说也不会是现在你们最急迫想要得到的一个结果。因为对于你来说，目前已经断联的这段关系之中，是能够的见到彼此，或者说能够恢复过往昔日相处的那段时光，或者是能够见得到对方，这个对你们来说已经会是一个你们心里面现在最渴求、最希望，也是最想要拥有的一个的结果，或者说一个这样的一个未来。在对于说要不要能够在一起，或者说能不能交往，或者说对方喜不喜欢你，或者说有没有想念你的这件事情，目前对于你来说不会是一个首要的，或者说并不是你们现在目前最想要知道的一件事。或许有可能因为你们会认为说这段关系如果说能够真的恢复联系，或者说能够再次的彼此之间长期相处的话，其实你们在对于说这段关系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把握。但是洋洋会觉得这组的你们可能在想到这段关系的时候，你们的心情可能会稍微比较算是卑微了，因为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虽然很想要见到对方，或者说你们还是很希望可以跟对方有一个未来，可是你们却不敢去祈求，或者说不敢要去要求，希望这段关系会有一个结果，或者说希望这段关系可能会可以交往的这个机会。也表示说，在过往的这段关系里面，很有可能你们曾经和对方相处的过程之中，其实你们也是蛮辛苦的，或者说你们对对方也是非常的包容，对方希望想要拥有什么，或者说对方想要得到什么，那你们都会尽可能的去满足他。所以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很明显的洋洋会认为，其实你们的心是真的还蛮累的，或者是说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其实你们是蛮希望是可以得到对方的青睐，或者是说是可以因为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很努力，可以愿意让对方为了你们多做点什么。其实杨会觉得就是你们真的很卑微在这段感情里面。好了，去往下看，你再对说对方的心情是如何。好，那现在我们抽到的是权杖五。那权杖五就意味着说，其实你们目前在看待于这段关系的话，你们的心里是矛盾的，你们心里其实有很多的不甘心，或者说其实你们在对于这段关系的话，你们有很多的困惑的地方。为什么会这么说？那是因为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对于你们来说，要可以其实你们有很努力的想要去让这段关系，你不要那么去在意它，
或者说你不想要再那么在意这段关系，又或者是其实你们有考虑着想要离开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但是在随着你们不管怎么努力，或者说你们做了多少的付出，对于你们来说都是很难去放下你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执着。其实你们也知道，你们在对这个人的话，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么的执着。其实你们很努力的想要去放弃，或者说很想要去离开这个不属于你们的这段关系，可是就会有一种好像被宇宙牵引，或者是说你们的之间的感情啊、灵魂、气场，仿佛就是有连结一样。你会觉得好像总是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或者是你总是好像会不知不觉的一直感觉到他好像在跟你对话，或者说他好像有多想念你，或者说对方想跟你说什么。就是在对于你来说，比较有像是一种有那种默默那种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冥冥之中的那样的一个气场在连接着这段关系。那你对于你来说，其实这段关系你所想要的，就希望是那种最纯粹的关系，或者说最纯粹的相处。你已经没有到那么的像以往一样那么的执着，希望一定要有一个结果，或者说希望这段关系一定要能够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你现在最想要的就是能够去解除掉，或者说能够去改善目前这段关系里面像这样子断联，或者是说这个比较混乱的局面。那你们就还是会非常希望说，对方其实他是愿意回来的，或者是说对方他如果回来找你们的话，也是希望可以得到蛮不错的一个友善的回应。所以目前的你，两人会认为啦，像是你有点不太愿意的去真正的往前走，也就是说你容易会被过往的回忆给影响，或者是说，你们的情绪应该算是现在过着蛮起伏的这个状态，就是说一下想要放弃，一下想要结束，那一下又想要继续，就是那种心情会一直起起伏伏。有时候其实连你们自己可能也不太了解自己的心情现在状况是如何。好，那我们就往下看。抽到的第3张，这边是教皇。好，那教皇呢？首先我们这边看到，在塔罗牌的部分有抽到2张5，所以意味说，其实这段关系本身对于你们的心情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那可能也让你们的生活作息很糟，或者说让你们工作状态也变得很不好，或者说让你的人际关系对于身边的人的耐心也没有到那么的佳，所以这段关系中的失去，或者说这个人其实对于你的人生影响的那种程度是非常的大，或者是说也算是真的完全占满了你个人的一个思绪，或者说你个人的情绪。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你心里面是非常的痛苦，还有懊恼。好，那如果说在教皇牌的这张牌本身的含义的话，意味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第一个是你们会觉得其实你们真的也很有缘分。那第二个就是有可能真的也有很多的老师，无论是你们的信仰还是说塔罗牌，都告诉你说你们可能很有缘啊，是双生火焰、灵魂伴侣或者是业力伴侣之间的关系都有。就是你们会听到很多关于你们之间的缘分到底是有多深。那你们跟这人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们也其实觉得你们真的跟这个人之间的缘分真的也很深。就是说两人之间的相遇就好像仿佛是一种偶像剧般那种的相遇的情境。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这段关系中的相处过程里面，也或许你们也经常感觉到有你们的信仰，或者说真的有宇宙去牵引着你们来去维持这段关系。所以其实这段关系里面的过程之中，对于你们来讲就像是一种命运多舛，或者是说那种命运中起起伏伏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关系里面的话，就算你们再怎么想去放弃，或者我们再怎么想去放下，可是每当想到过往曾经那一些命运的牵引，或者说命运的伴随的相处过程里面，你们又很难去放下。所以说如同刚刚我们前面在权杖5所提到的，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经常会仿佛感觉到好像有对方一直待在你们身边，或者是说那个气场，或者说那个灵魂之中的连接，仿佛就是一直在让你们之间关系好像就是有一股的力量是正在牵引着你们。
所以洋洋会认为说，其实在你们目前的这段关系这个状态来看的话，很有可能对于你来讲，这段关系你这辈子真的要放下的话，可能会蛮困难的。对于目前的你来说，那当然在未来的话也是不一定，因为其实没有过不去的心情，只有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啊。洋洋讲反了，真的很抱歉。对，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所以这目前是你们现在可能是必须要去面临，或者是说学习的这个部分。好，那这边如果说验证牌是有符合，或者是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好，那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你心中所想那个人，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想要对你们说出什么样的话呢？好，那这样的话有先为大家抽好了。好，总共我们出现的第一张是你好可爱。好，那我们来看看一下，他说出这句话，他的心情又会是如何呢？好，了不起，哇哦！看他真的觉得，你可能在长相的部分，算是在他认识的众多人里面，你是出类拔萃的，或者说你的长相确实来说是最在他的众多认识的人当中，你是算是蛮不错的，所以他就觉得其实你长相的部分的话，算是对他来讲还蛮不错。那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补充的讯息有什么。好，首先我出现的第一张是宝剑三。宝剑三的话，在这边洋洋会认为说，如果说是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有可能，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或许你的因为长相是蛮不错，所以他在面对于你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担心跟担忧，还有害怕的情况。那不知道说是不是在过往的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们有没有做出一些会让他觉得是有点逾矩了一些的行为，或者说你们可能跟别人怎么样了比较好啊，或者说有滚床单，或者是有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意外的被他知道了，所以他就会觉得心里面是没有那么的好受。这是一个另一个解释。那另外解释就是说，有可能这段关系里面有其他的人也喜欢你，或是他的朋友，或是他身边的人，对于你们是非常的有好感的，所以他也觉得，在你这么好看的这个状况之下，他也不得不去放弃了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他也觉得或许，他必须要懂得能够去放下对于你们双方之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执着，可能也是因为他不太想要跟他的朋友之间是有争执，或者说是会有一些的不愉快，那或者说他会希望大家关系都是能够好来好去的，这是另外一种解释。那还有一种解释的话，就意味着说有可能他会觉得两之间就算断联的话，那以你的长相或者说以你的外貌，那他也会觉得事实上是他可能也配不上你，或者是说他也会认为在你的生命里面的话，你的桃花可能也蛮旺的，那就算没有他，你也是不缺乏任何一个对象，所以呢，他也会认为其实在两个之间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他是属于那一种比较像是占下风，或者是说他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多优势的人，所以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他就会比较担心是他自己本身是有点配不上你的，或者说他没办法从你们这个人身上找到一个安定或者是说安全感的这样的感觉。我们来抽一下第二张的塔罗牌。好，这边所抽到补充的讯息是钱币六。钱币六在这边意味着说，其实对方他会认为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说真的要在一起的这个部分的话，他会觉得可能想法上面是比较困难的，或者是说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真的比较适合当朋友之间的缘分。
这样的原因是在于说，他觉得两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是舒服的，是舒适的，然后是也比较不会产生一些的争执或者说不愉快。那他就认为其中关系中的两个人，如果说失去了这一种可以互相接触，或者说互相交流，或者说两之间相互照顾彼此的这个机会缘分的话，那他就觉得其实还蛮可惜的。所以不晓得说，其实在你们过往的关系里面，是不是很常有一起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有在共同的团体之中，或者说你其实能够在他的生活里面总是帮到他很多事情，或者说是由他来帮助着你们。因为看起来其实对他来说，你们过往的关系里面应该是大部分来说啦，你们应该是在一个团体里面的几率是蛮高的。那看起来其实团体里面的你的爱慕者可能有一点多。那如果说你们是确定都没有的话，那就表示他会认为两之间过往的相处的过程里面是比较有一点感觉像是朋友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没有那种爱情的火花，或者是说也比较没有那种爱情的感觉。对，就是两之间其实在互相配合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是蛮融洽，是很 OK 的。对，那在对于你的部分的话，有可能啦，他可能不太喜欢长太好看的人，或是说长得特别那种吸引人的面孔，可能他心里面就会比较担忧，比较担心说他只要顾的那个人，或者是说如果说自己的另外一半真的长得太好看的话，那么是自己会没办法驾驭得了，或者是说自己在旁边就很像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样，是没办法被匹配上的，然后总是要去担心有没有人喜欢他，有没有人对他好，那我是不是容易会被取代等等之类想法。就是说在对于他来讲的话，你们之间的你的这个人对他来说其实会有很多这方面的担心跟担忧。那当然也希望说你们就真的长得是这么的好，对，希望你们可以给予你们自己更多的自信心。所以看起来其实对他来讲的话，你们这段关系看起来有点小复杂。对，那不知道说你们是不是真的就是有很多的仰慕者，如果说真的有的话，那就是更加的应验着说对方其实他会蛮担心，因为其实仰慕者有时候也可以只说比你的 IG 的粉丝人数啊，或者是说你的在贴文之中的按赞人数，或者说有多少人跟你有互动之类，这也可以算在里面。所以要看你们到底有没有遇到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好，这就是我的生活里面没有你哦。那洋洋看起来这张会觉得好像其实对方他对于你们俩之间的断联，或者说比较没有联络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对来讲可能是一个已经习惯的事情，或者是说如果你们真的有发一些关于贴文，或者说有透过别人去转达你们的一些的想法的话，有可能他就是更加的专注在于他自己个人的生活当中。也就是说他会认为其实就算没有你，那他其实也觉得好像他是接受这件事情，或者说他也不太会觉得不好受。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心情是什么。成就感，哇，你们的关系是怎么了？一下了不起，一下是成就感，就是说看起来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通常会出现这样字卡，有很高的几率就是你们之前就是有一些的争执，或者说有一些的吵架，还是说有一些的不愉快，那或者说两之间在对说要不要能够在一起的这件事情来看的话，两个人之间好像比较没有那个共识。那能不能在一起的话，其实两只好像其实也都有这方面的想法，或者说其实都已经能够预知了彼此之间的这段关系的一个结果。所以对他来讲的话，目前这段关系就算你没有在他身边，其实他也觉得好像是一件没有差太多的事情，有一点可怕。对，然后觉得有点可惜。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的讯息有什么。好，首先我们这边抽到第一张是圣杯皇后。圣杯皇后在因为说表示在你们之间的，他对于你
你对他来讲的话，其实他心里面有很多的不舍，然后他虽然讲出了这种他觉得很有成就感的话，但他觉得其实他自己本身这样的想法的话，就是有点太过于自大，或者是说他其实心里面也会认为，或许自己也没有到那么的好，所以因此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对他来讲的话，他的心底层最深刻的那个部分，其实他是不希望失去你们的，或者说他还是蛮希望之间的这段关系是有机会的话，他还是希望可以更加的靠近。那因为圣杯皇后洋洋也会认为说，或许在你们过往的相处过程里面，其实他对于你们这段关系本来就有很多的忧虑，或者说本来就会有一些他个人很多担忧，或者是他心里面比较没办法去跨越面对的那些的问题，所以就要看说究竟在你们的过往的相处过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遇到了一些会让他觉得这段关系是比较不好去处理的，或是这段关系可能比较难，可以开花结果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当这个人这么想，然后那个心中的想法、忧虑一直不断的堆叠，一直往上堆加的时候，其实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本来就很难可以让他有那个勇气继续往下走，因为他有心中太多的想那种胡思乱想啦，所以他容易会去想的太多，或者说容易会用一种比较负面的方式。可是他对于你其实还是蛮有感情的，所以其实现在看起来有点像是说两人之间已经断联了，但是他对于你的感觉比较像是由爱生恨的这个几率会比较高一些。没关系，我来看一下下一张。接下来我们抽到的是钱币国王。那钱币国王就意味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目前的这一段关系来看的话，对他来说，两之间的缘分跟连接其实是真的还蛮深的。那如果说你们本来就是跟商业、事业、金钱有关的缘分的话，那你们对他来讲，其实他也不太会想要去放掉。然后两人之间过往的那些的回忆，或者是说那些的互动的话，是不会让他想要那么能够顺利的去放下，所以表示其实在两个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呢，是还蛮希望可以让你们这段关系是能够有机会保持着联系，或者是说是很渴望可以让两之间有更多的互动在。所以呢，洋洋会认为，其实在你们俩之间双方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是对于说失去你们的这件事情，他其实心里面也很不好受。然后他应该其实在你们俩之间断联或者说没有联系的这段期间里面，他想你的频率应该是还蛮高的。只是他想你的这些的事情的话，大部分来说可能都是偏向比较负面的，或者是说偏向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坦然的去面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雅人会认为，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对方是在乎你们的没有错，然后你在他心里面的话，依然是有着一席之地，只是会需要一点时间去沉淀，让他去好好思考，究竟他在对于你们的想法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或者是说他喜欢你们的对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喜欢、在意，还是好感，还是朋友之类的，对。所以目前他来看到就是这种由爱生恨，但是还是经常会因为看到关于你们相关的事情，会听到相关于你们的东西，那他就会经常的想到你们。好，所以看起来其实你们本身这个人的话，对他来讲算是还蛮有吸引力，或者是说是还蛮有好感的，只是他可能需要花点时间让他自己去理清一下自己心里面的感受跟感觉是什么。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搞错了什么哦，然后看起来他可能有点意识到他自己本身在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想法，或者说这个感觉，他可能开始慢慢想要去理清，或者是说开始慢慢的想要去知道他的脑海里面究竟是有多在乎着你们。好，来看一下他说这句话的
心情是什么？幸福哇！你们今天抽到，你们会有点矛盾。幸福的话，在这边的话，杨会认为说，其实两人之间的过往的回忆，其实对他来讲会算是蛮重要的，或者是说对他来讲是他蛮希望是可以再更加的去了解，或者说更加的靠近，去明白那什么样的感情上的相处，或者什么样的一个人才是他真正所希望拥有的。那有人会认为，其实他本身在对于你们这段关系的话，曾经确实应该是有喜欢上你们，或者说曾经真是对你们非常的有好感，是非常的在意着你们，或者说非常的在乎着你们，非常的希望这段关系有一个明确进展这个机会。但或许因为在外界压力的相处，外界的压力的催促之下，或者说你们之间相处真的有一些的状况，所以才会导致于说，让他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是开始去探索，然后开始有点犹疑了自己说，在本身对于幸福的这件事情，他的想法是什么。好，没关系，我们来去看一下塔罗牌说给予我们的补充的讯息是什么。对，因为这个人他的想法上面的话，看起来是慢慢的想要去抽回来他自己。所以如果说你们本来就喜欢，你们是同性的人，但你们喜欢上异性恋的人的话，那基本上你们要把它扳弯有点困难。那如果说你们本来就是异性恋中的人的话，有可能你们的背景、距离，或者是说现实中的条件差异很大，那就会让他去考虑了一下。那如果说他们本来就是同性之爱，两都是喜欢同性的话，那就有很高的几率就是他可能第一个是他对于自己的生活本来就是比较迷惘点，就是他不知道他的未来在哪。然后第二就有可能他本来在对于感情就是比较不容易停留下来，在一个缘分里面，就很容易会变动。对，所以就看这两个。好，然后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隐者。好，隐者就表示说，对于他来讲的话，他会想要重新的去思考、去思索，究竟你们这段关系，对他来讲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所以说，有可能接下来对方他会有一点算是醒过来，或者说可能他会真的去慢慢探索，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对他来讲的话，是他到底有多喜欢你们，还说对你们感觉是什么，或者是说会不会你们这段关系的那种氛围感觉只是一时的。那只要当对方他能够去度过了这一段的时间，或者是说当对方他愿意去面对心中他真正所渴望的一切的话，那他再次主动回来找你们，有很高的几率就是会想要给你们答案。但是雅妍会认为，其实目前现在看起来这个答案的话是比较不确定的。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是还在探索，还在去思考你们对他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或者说他到底对于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那会建议你们是比较把精神放在你们自己个人身上就好，或者说你们生活中的步调，你们的未来的规划，不要以这个人为主，或者说不要因为这个人去影响到了你们。所以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这个人他或许是一个比较想要去控制着你们这段关系中的发展，所以你可能会比较难去打动这个人。因为就算你再怎么打动这个人，对他来讲，只要是他不想要的、不愿意的，没有人是能够去阻止得了他，或者说没有人是能够那么轻易的可以去控制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只有他自己决定了这段关系才能怎么走。对，所以雅妍会认为，在选到这组的你们，对方他对你们之间的缘分的话，他其实有点刻意的去排斥，或者说他其实有点刻意的想要去拉开你们这段关系中的距离。那当然以这种状况之下来看的话，你们就比较难可以得到对方的承诺。对，雅妍会认为这个你们可能再想一下，到底是真的非他不可吗？好，我们再抽到下一张的补充牌是塔牌。好，那塔牌就意味说，其实这段关系突如其来的改变，或者说突如其来的一些的争执跟争吵，或者说突如其来的没有任何的联络跟联系的话，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一开始呢，其实他个人是蛮冲击的，或者说其实一开始他也是真的心里面蛮犹豫，也会经常问他自己说，
这样做是对的吗？这样做真的是好的吗？那这样做是不是自己不会后悔呢？那其他心里面在对于要不要去联系你们这件事情的话，其他心里面也经常去想，所以他其实会有点害怕面对于你们。害怕面对于你们的原因是在于，会比较担心你们可能会第一个对他不好，或者说你们可能会去否定了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你们会去数落他，或者是他觉得必须要去面对于你们的质疑、你们的情绪，这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蛮大的压力的。那他自己本身对于自己要不要去决定这段关系中的一个走向，或者说明确的方向的话，在他心里面呢，也是蛮痛苦的决定，或者是说他也本身不太敢去面对着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执着或犹疑的地方。因为有可能这组的你们，如果说对方真的要跟你们之间有下一步，或者说跟你们之间要有进展的话，那是不是他可能要去跨越一些生活中、现实中的一些的考验，或者是说一些他可能比较一直以来都有点排斥的东西。那面对你们之后，那是原本可能所逃避、所不需要去处理的事情，是不是再次会浮现？那他要怎么去面对，或者说他应该要什么样的态度去处理你们之间可能一直来都卡住的事情？所以因此在你们彼此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洋洋会比较认为说，这个人他会先以他自己的感受跟感觉为主。那你们个人的伤心难过，或者说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不舍，或是你们为了对方所付出所有的一切的这些的辛劳，其实对他来讲都会是一个不足挂齿，或者是说容易忽视掉的一个付出。所以就算你们曾经为了他倾家荡产，或者说为了他你们都一直睡不好啊，或者说丢了工作，这个对他来讲的话都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就会先以他自己个人的为主，然后任何的决定关系中的一个走向都会先以他自己个人的心情、个人的想法，然后他个人的未来。他对于你们的付出感恩的心吗？洋觉得是没有啦，对，可能表面上有会讲，但是让他做这些人不见消失，你觉得他会有感激你吗？一定没有。所以现在他就是会以他自己个人的状态才是最主要思考的地方，所以会希望说，想要这组你们可能要再想一下，究竟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适合着你们。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的字卡。尊重我想做的事，你看有没有？这个人的话，他就是一直以来都会先以他自己个人的状态，或者说他个人想法为主。他就是真的也比较没有去考量到你们的感受，或者是说也比较没有去思量到你们的个人的状态。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出这句话的他的一个心情是什么。哇哦，爱自己吧，对呀。好，那这句话就很明显，就是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说，对他来看，他更加的就是以他自己为主。然后，如果说你们真的爱他的话，他也会觉得你们应该会尊重他的任何的决定，或者是说尊重他的想法，尊重他在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可能他一直以来也不太愿意去面对的人事物。所以呢，雅妍会认为，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这个人很常会用那种装可怜，或者是说自我怜悯，或者是他自己的不好的感受，以他自己为出发点，然后来去看着。去面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在过往你应该会觉得这个人其实有时候蛮自私的，或者是说他有时候还是会先想到他自己，那想到他自己之后，他也不太会想到你们，他会想到你们的时候，通常是他有觉得他应该好像蛮喜欢你们，或者说他觉得他应该可以跟你在一起，就是说在你们特别暧昧的那个时期，要不然大部分来说，你们会发现到。在面对于很多任何的事情或者说决定之下，
他都是会以他个人的状态为主，或者说他都会先以他个人的想法，那才是最主要的。对，就是在你们之间这段关系要得到他任何的注意力啊、专注的话，蛮困难的。好，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抽到的是宝剑十。那宝剑十就意味着说，其实他应该是知道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其实你们心里面也不好受，或者是说你们心里面其实也是蛮希望这段关系是能够恢复和好如初。那对他来讲的话，也并不是那么的想要真的去为你们付出，所以他算是有一点忽视了你们的心里面上的需要，或者是说有点忽视了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渴求的这个部分。所以当关系里面你们你们越是展现可怜的那个样子，想要得到他的青睐啊，或者得到他的关注的话，其实他在对于你们的方式通常也都是有点冷漠啦。一开始可能很有用，但其实在随着时间久了之后，他就会渐渐的发现到他拉不起你们，他也不想要拉，因为他其实也会很担心他自己是不是如果把你们给拉起来，或是说去顾虑到你们的话，那他是也会一起跟着你们跌下去，或者说是会跟着你们一起陷入了那个深渊。可是他自己本身也不太想去陷入那个深渊之中，所以呢，他还是会先以他自己个人的状态，或者是说会去先想到他个人为主。那就算你们再怎么哭，或者说你们再怎么难过，再怎么去祈求对方改变的话，那他反而就会觉得你们是比较烦的，或者说你们是有一点不知好歹的，就是不会懂得去珍惜他的难处。他会觉得他有为了你们这段关系付出了什么，可是是你们自己没有感受得到，但是他到底有没有付出，其实也是只有你们才会知道啦。但雅妍会认为说，在这段关系之中的你们的话，其实你们是属于比较吃亏的那一个，然后你们其实也为了对方真的做了非常的多，但是以他来讲的话，他会觉得你们做的不够之外，你们也没有做到位。那做的不够又没有做到位的话，他也会不太想要去为了你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对，所以关系之中的你们，如果说真的很希望是能够有所进展的话，杨会觉得其实这部分是真的蛮困难的，因为他还是都会只想到他自己。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圣杯三。那圣杯三意味着说，第一个就是对方对于你们真的就是比较偏向于朋友之间的感觉，或者说朋友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没有想要跟你们有更进一步的这个想法。所以如果说你们会期待对方，如果说他有一天回来找你们的话，是会对你们告白，还是说会对你们展现出他很懊悔、很难过、很痛苦的这个表情，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心情的话，那么会建议你们应该是可以去放弃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说会建议你们是可以不要想的那么的美好。对，这是第一个解释。然后第二个解释就是有可能在你们之间的缘分的话，目前来看他是先比较着重在说他个人的生活里面，有可能是他现在会比较愿意跟他朋友出去，或者说会比较喜欢跟他朋友互动，或者是会比较希望去参加一些公众场合，多认识结交不同的朋友。所以现在他很有可能呢是比较不会把心思放在情感之中，所以要真的叫他发展一段感情，为了某一个人特别负责任的话，是蛮困难的。那他还是会尽可能的先以他自己个人的心情为最主要的一个想法在。然后在第三种解释表示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其实有非常高的几率就是有可能对方现在身边应该是有其他的对象，或者是说是有其他会让他觉得想要去多认识的人，或者是说有一两个是他比较在意的，然后都是有暧昧的
关系。也就是说，在面对于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本身对他来讲，并不代表是他真正所想要的。那你们这个人的外在条件，或者说你们这个人本身的这个特质，很有可能也不是他所要的。对，所以当你们越希望对方可以回来的话，通常得到的结果也都不会太好，因为你们这段关系其实有其他的竞争者，或者说其他本来就有其他的考虑的对象。然后第四种解释就是说，你们这段关系应该是有其他的人、长辈、他的朋友，或者说身边的人是有一点在刻意的去拉开你们这段关系中的个距离，或者说你们这段关系中的粘着度。所以当你们越希望你们越释放关于你们个人的消息，或者说你们个人是有多想念他，那说刚好被那些想要去阻止你们这段关系中发展的那个人的话，那可能就会加油添醋啊，或者说会在他耳边扇风，会讲出一些对于你们是比较不利的一些的事情。对，那杨会认为说，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很明显就是其实对方本身对于你们的感觉其实没有到那么的好，或者说其实他也没有到那么的贴心，没有跟你们相比，其实他本身是没有到那么的喜欢你们，所以希望说你们在对待这个人或者说对待这段关系的话，你们还是尽可能的把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给收回来，或者是说本来就不是你们应该要付出的东西给收回来，不然雅阳会比较担心，就是你们后面可能会受伤，或者说你们后面可能会让你们人生过得比较没有那么的开心跟快，就是容易会想的太多，想的一些比较负面的，会让你们错过一些属于真正你们的正缘的爱情。好，那这样的话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是你们目前呢在对于说这段关系对于他的这个心情或者说这个的想法。好，我们来看一下，为大家抽个牌。好，那首先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权杖七。权杖七的话，意味说其实目前在对于说你们之间已经断联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你对于这个人的话，你现在目前对于他呢，有人会认为啦，第一个是可能有种恨的感觉，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对于这个人的话，你有点厌恶，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在对于他的感觉，你是充满着好奇。那第四个就是你对他的喜欢是依然存在着，但是你的心情里面的感受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复杂。复杂的原因就是有点像是五味杂陈的这样的状态。也就是说，其实这段关系你会很希望，是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或者是说你会希望呢，这段关系是可以赶快获得一个还不错的答复，但是有时候又会很担心着对方其实对自己是不是不好，然后也会认为，选到这组的你们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你有发现到对方的一些的秘密，所以在关系里面的话，这个的秘密的这个事情的话，可能是你原本呢不太，就是你蛮相信他的，或者说你会觉得这个秘密的这个事情是不可能会发生的，就他不可能会欺骗你，可是又会因为两之间的，你可能是在他断联或是快要断联的那段时候，你们发现到了这件事情，所以你们对这个人过往讲的很多的话，你们开始就会有很多的那种埋怨，或者说会有很多的想法，或者说开始有很多的警戒心，所以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话，对于他这个人，你们会产生出一种，我到底要不要相信他曾经所对于我说的任何的承诺，或者说所对于我说的任何的解释，那他说的那一切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在你们之间的双方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很明显的就是对于你来说，
你要再次能不能喜欢上这个人的这个事情，或者说这个部分的话，可能是有一点困难的，或是你们其实也会不晓得自己到底应不应该继续等这个人。因为在面对你们来说，这段关系真的想要有能够完全的相信对方的话，看起来其实有点困难，因为你们会很担心自己又会再次被对方给欺骗，但是你们又很想见到他，所以其实你们现在心情上面的话，有点五味杂陈，或者说其实你会有点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要如何去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说这段关系。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权杖王牌。好，那权杖王牌的话，意味说在你们之间的，你对于他来说，因为你面对他的话，其实你真的还蛮想要见到他，或者说你还是会很希望可以跟对方有互动机会，或是你还是会很希望可以见得到，这个人之间相处。所以就刚刚前面所提到的，你们对这个人的话，你们既担心、害怕、恐惧、憎恨。但是你们心里面又非常期待、渴望、想要、希望，就是你们心情会一直呈现在这样的起起伏伏的状态之下，所以你们会觉得你们的心情在喜上温暖一样，所以有时候你们连你们自己可能也不太晓得到底有多喜欢他的这个部分，然后你们也会希望说，如果跟这个人之间再次能够见得到面，或者说再次能够跟这人之间有相处的这个机会的话，你们会蛮希望是可以再次的用全新的方式跟他相处，不希望说同样的过错再次的发生，因为看起来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们好像也是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让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能现在变得比较尴尬，或者是说比较没有互动的这个机会，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在两个之间的关系里面的话，也是因为是呈现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反而你会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子让你们自己可以用一种比较第三者的角度，或者说比较中立的角度去看待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很明显就是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里面的话，你们是真的有点把自己看得比较渺小，也就是说你不确定到底对方有没有对你有好感，或者说对方到底有多想念你的这件事情，可是你又还是会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会希望可以去改善一下这段关系中的相处的方式，或者是说可以去推进这段关系的进展。那对于你们来说，这段关系究竟要不要能够继续往下走，能不能走到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的话，其实你们也不知道，但是你们还是会很希望可以再给这段关系一个机会，或者是说能够再给这段关系一个可能性。对，所以看起来其实选项这组的你们对于对方想要还是不想要，还在蛮疑惑的阶段，或者是说你们还在慢慢的摸索。有人会认为可能这段关系的你们应该是在刚断联没多久，几率会比较大，因为才会容易想的比较多。好，那来看到抽到的第3张牌是星星。哇，你们真的很想要见到他但是你们在见到他的这个想法的话，你们又会很担心对方所对于你们的态度是不是会依然的非常的糟，或者是说对方所对待于你们的方式是不是会依然让你们感觉到非常的痛苦，或者是说会去伤害到你们。好，那洋洋会认为说，其实这段关系之中的你们的话，对这段关系其实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美好的想象，或者是说还是会蛮希望可以见得到他，然后让彼此之间关系是能够往个比较美好的方向走。但是也很明显的是，在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里面的话，你会认为其实两之间应该是切不断的，或者说两之间其实还是有机会是能够再次的重回到双方彼此的身边，所以就不晓得是不是你们真的是有去
找你们的信仰，或者说去找老师算过，说大概在什么样的时间点你们会再次的恢复联系之类。所以你们现在其实对于这个人，或者说对于这段关系的话，你们依然保持着期待的心情，或者是说还在一个默默等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虽然在等待这过程里面，你们会觉得非常的煎熬，或者说你们会觉得非常的孤单难耐，或是你们不晓得自己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于双方之间可能已经断联的这个关系。可是对于你们来说，现在有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如果你们真的选择继续等下去，或者说你们真的等到了对方，对方真的回来找你们的话，你们要什么样心情面对他，或者说如果对方提出了跟过往一样的想法的时候，就是你们当初什么样原因而断联的这个原因，或者说这件事情的话，你们会很担心是没有办法给对方一个他所想要的回应，就是说同样错误会再次发生，同样的争吵会再次的演变，或者是说会再次的关系一直呈现出一种都前进不了的这个状态。所以这段关系对你们来讲有好有坏，对心情上来看的话是有好有坏，那全凭就看你们自己要如何去面对，或者是说要如何的去看待于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这段关系。所以你的心情现在呢是一种非常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然后也蛮迷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好，那如果说以上这边验证牌受符合，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好，那么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断联中的他会想要对你们说什么，以及他的心情又会是怎么样呢？那首先的话，这个洋洋先为大家抽到的第一张的字卡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好，那么在看来选到这组的你们，那首先第一张字卡的话，就意味着说很有可能在这个人的他的过往的关系之中，或者是说他曾经所经历的许多的事情，变成是他心里面的一个很难去跨越的一个人生中的课题，或者是说很难去面对的人生中的难关。那一直来的话，可能有尝试着想要去做改变，或者是说他有尝试着呢想要去做跨越，但是无论他再怎么样去努力，或者是说他在遇到了你之后，那么他也很想办法想要去改变他自己，重新塑造他自己，可是却总是都没有办法得到他所渴望的结果，或者说他所想要的一个样子。那我们来看到他在说出这句话的他的感受是寂寞。好，那么看起来其实你们心中所想的这个人，其实他在对说自己的这个状况的话，他觉得非常的无助，他也觉得非常的孤单。那他其实也非常的会希望是可以尽快的找到一个属于自己人生中的方向，或者是说是能够找到一个属于自己人生中应该要有的那个的位置。那对于他来说，没有一个人是能够真正的了解到他，或者是说没有一个人是能够真正的明白到他的感受，他的孤寂，他的难过，或者是他也是希望可以被别人给照顾，被别人给呵护的。所以因此看来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的心中是多么的希望会有一个人是能够伴随着他，陪伴着他，可以在他身边一起努力的向前走，向前迈进。那这边的话，不知道说在过往的话，这个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在他心里面总是没有办法去忘掉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放在心里面最深层那个部分。但他没有跟你们讲的话，你们也不用太担心。为什么？因为本来就没有任何人是能够完全去信任彼此，信任对方。那他不够信任你，我们就是再加把劲。那如果说他能够信任你的话，那我们就要感到珍惜。好，我们再来抽到的是钱币二。好，那钱币二呢，就意味着说，在对他来讲的话，
洋洋会认为可能有很高的几率，就是这个人并没有让你知道他心里面真正挥之不去的梦魇是什么，或者说他心里面真正的痛苦的东西是什么，真正让他没办法去放下的人事物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出现了钱币二会有这样的说法，是因为在这边的钱币二的话，他是会想要自己一个人去努力的维持好自己生活中的步调，或者是说自己生活中的那个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面钱币二的话，一个人双手抱着各一边一个可能他所必须要去承担的这个责任，其实他的手再怎么重，那他的手再怎么样的觉得有点精疲力竭，但是他依然还是很努力着想要去抱着这两个属于他的东西。那这两个属于他的东西的话，其实都没有互相的去帮助着这个人，所以就可以知道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其实对方他并没有让你完全知道他心里面无法挥之的梦魇是什么，他心里面无法放下的东西是什么，他心里面感受到痛苦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人他在面对你的时候，他经常会感觉到有一种孤单跟寂寞，然后会有很多他都没有办法去放下的事物，或者是说他没有办法诚实的面对于你们，他心里面可能的压力是什么。那洋洋会认为，其实这个人呢，他并不是不信任你，而是他不希望将他心里面不好的感受，或者是说他心里面非常负面的那一面去渲染到身边的人，或者是说去影响到你。他其实只是单纯会希望自己的困难、自己的困扰、自己的痛苦，自己是能够去承担，是能够承受的。那别人是没有那个义务要去承受自己所有负面情绪的一切。那只是有时候他当然在面对于你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在情绪上面比较不好的那样的状态，或者说有时候会不自觉对你们宣泄他心里面非常不好的那些感受，但是他本身是并没有恶意的，或者说他也不是故意这样子要去面对于你们，只是有时候他心里面那些的压力跟他心里面的痛苦，因为他太过于压抑了，所以他会不自觉的对他人宣泄，所以也或许是因为他蛮信任你们，或者说他对待于你们是觉得你们是能够了解到他的，所以他也会才不自觉的会可能对你们有时候情绪上面会不太好。虽然可能已经断联这段关系，但是似乎这个人他想告诉你们说，如果你们愿意多了解他的话，多愿意站在他的角度想的话，其实你们会发现到他非常彷徨无助的那一面。好，我们那里抽到的第二张是宝剑骑士。那宝剑骑士因为说这个人他知道他自己的情绪其实没有非常的好，或者是说他自己的身心灵的状况呢，其实这个个性是比较急的。那他在面对于你们的时候，有时候难免在讲话的方式真的会容易去伤到你们的心，然后也会比较没有耐心的去跟你们解释这么多。那只是单纯是因为他觉得他的人生中的状态并没有到非常的好，然后他承受压力也很大，然后他也希望是可以把他自己处理的好。那当他想要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然后又希望能够让你们去了解他，那所以他情绪的时候难免会真的比较不好。那接下来其实看起来这个人他会有点想要主动的跟你们忏悔，或者是他会主动的很想让你们知道，其实在当时的他那样子去面对于你们，其实是他的错，然后他也不是真的故意要这么做。那现在他其实会还蛮想要知道你们个人的状态，或者是说还蛮想要去知道目前你们的人生过得如何，就是他有时候他的心思还是有在你们这个人身上，还是会想要去多了解你们，然后
洋洋会认为啦，这个人他有时候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去刷你个人的讯息，或者是会去看一下你们个人的主页，想要知道说你们到底现在过得是如何，应该有一些小账。那如果说都没有，你们看你们动态都没有他来看的记录，或者说都没有一些不认识的账号的话，那就意味着他有时候还去看一下你们的主页有没有打开就是说公开的那个样子。或者说他其实有暗地里去找别人，透过别人的口中去得知一下关于你们的事情，但是他想要知道的这样的动机或者说这样的方式是有一点是不想要留下任何痕迹的，因为他会觉得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资格能够把你给挽回，或者说希望你能够回到他的身边，因为他的心里面其实会有一点那么的没有自信心，或者是说会觉得其实自己是没有那么能够去配得上你们这个人，所以其实这个人他心里面的压力看起来真的还蛮大的。没关系，我来看一下第二张字卡，所抽到的是我尽力了。好，那看起来其实这个人他的内心里面真的有非常多觉得挣扎的那个部分，然后有很多希望是可以被别人给照顾，被别人给包容，被你给原谅。那他会自己觉得说，其实在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他能够做到的东西他都做到了，他能够尽到的责任他也觉得他都做到，但这只是在他自己本身的角色他是这么想，但实际上在你们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有可能就并非如此。所以其实在对说他有没有尽力的这件事情的话，雅妍会认为并不能说是任何人说的算。我们以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就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立的个体，那每个人所能够承受的压力，所成功的事情的话是不一样的。那杨琪之前看到某一个的古装剧讲一个还蛮不错的话，就是每个人出生是没有办法做选择，但是每个人的善跟恶是能够自己做决定。对，所以这边的话，对于这个人，如果说他曾经真的没有做出什么完全伤害你的事情的话，那也会希望说你们可以多一点点的包容心，原谅他。但是说他曾经真的伤害你们，伤害非常彻底，也利用了你们，你们要讨厌他，杨洋绝对双手支持着你们。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讲这句话，他的心情又会是如何呢？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感谢。好，那感谢意味着说，很有可能在这个人心里面的话，他会是非常的感谢你曾经愿意无条件的包容他，你愿意曾经无条件的协助他，你愿意站在他角度为他去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发生了这么多的种种，经历过了这么多的事情，你依然是选择站在他的角度，并没有去过度的指责他。就算有的人可能曾经真的有大吵一架，或是曾经有人真的有恶言相向，但是他知道其实你还是有保留了一手，你还是有愿意为了他，然后调整一下你自己的态度跟你自己说话的方式，所以他也是会认为呢，你其实会很愿意的站在他的身份去为他包容这一切，所以其实他的心里面的话是真的非常感谢有你的出现，然后他也是非常感谢你愿意以他的方式去给予他更多的包容跟关怀。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塔罗牌的地方有什么的讯息要给你们呢？洋洋会认为其实这个人他对你们心里面是有满满的感谢，是你们愿意去多相信他，或者说你们是愿意站在他的角度去为他着想，所以他心里面是感谢着你们的。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王牌。那宝剑王牌就意味说，其实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
在他的心里面是非常的感谢你们，然后他的心里面也是会认为说，因为有你们的出现，所以他的人生才会变得有点不太一样。那原本他在面对于你们的时候，他应该其实心里面有不少的怨言，或者说其实他当初面对于你们的时候，在态度上面应该也没有到非常的好。那两人之间在分开了这段期间的话，其实雅妍会认为他应该是有重新的去思考他自己一直以来在面对于你们的方式，或者说在对待于你们的模式。那其他有发现到说，其他一直在对待你们真的有点太刻薄了，或者是说你们是愿意在他的角度去为他思考，所以他从原本对于你们的不谅解，原本对于你们的不喜欢你们这件事情，或者说有点讨厌你们的这个态度来看的话，那有逐渐的去调整了他自己。那同时洋洋也会感觉到说，在你们之间的这一段关系来看的话，你们一定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去改变了他的个性，跟改变了他的一些的思维跟他的想法。可能他在面对于你们的时候，他并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但实际上，雅妍会认为说，其实就算你们没有明确的让对方知道你们的包容，但是事实上他是有感觉到这一切的。然后他其实面对你们的时候，在之前应该是真的蛮吝啬对待你们，或者是说他终究是有留一手，但是你们依然是无私的大爱的去面对他，去帮助他，所以对他来说，你们的包容心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他才会心里面对于你们从原本的不好的感觉，逐渐的是有感谢着你们。对，所以他的态度面对你们的话，是真的一直不断去做调整。那洋洋会认为说，这个人逐渐面对于你们的话，其实心里面会越来越有点依赖着你们，或者是说，他应该其实经常会去想起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曾经的过往的点点滴滴。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圣杯六，那圣杯六就意味着说，表示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对他来讲，他是非常的满怀着感激，或者是说，其实他心里面是非常的想念，也非常的思念曾经你们所相处的任何的一个时刻，所以就表示说，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你们真的曾经做了非常的多。不是你们应该要做到的那一个部分，或者是说那样的一个程度，你们的无私，你们的爱，完全的去融化他心里面对于这个世界的憎恨，或者是说对这个人生中不公平的这个一切。那你们融化了他的心，你们改变了他的一切，所以因此对他来讲，他心里面就会非常的惦记着你们。然后你们慢慢捂热了他那个冰冷的心，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他就会认为其实自己是渐渐的有点亏欠于你们，所以他经常也会去想起曾经你们的过往的一切，或者是说曾经你们这段关系里面所付出的任何的一切。那当他不断去回想的时候，如果说你们也会认为啦，其实这段关系是有一点像是灵魂伴侣的角色的状况居多，因为在分开之后是没有痛苦的，而是有更多满怀的爱意，或者是说反而会有更多思念的心情。他是想念着你们的，他是渴望着你们的，他是惦记着你们的。好，有人会认为其实这个人他虽然不一定会回头找你们，但是不得不说，在你们这一辈子的缘分，也算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那种的连接是存在着。我们来看一下第3张的字卡是什么？想看你的手机。那或许对他来说，会想要知道你们有多少张关于他的照片，或者说你们有没有一直有那些关于去搜寻他的资讯，或者说他想要知道在你们手机之中有没有更多关于他个人的信息，或者说他个人的这个的
状态。所以因此呢，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他会想要去更加的了解到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会不会有关于更多他的人生中的资讯。所以洋洋会认为说，其实这个人他真的对你们有非常多的好奇，或者说有非常多的好感，会想要明白的知道说你们究竟有多么的想念他，所以想要看看透过你的手机之中去了解到有多少的资讯是他能够去更加了解到你们的。因为毕竟一个人手机是有非常多个人的隐私嘛，那如果说想要去知道你的隐私，也一定也是希望说可以去更了解到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抽到的是矛盾。那矛盾的意味着说，洋洋会认为，如果说依照这样的一个资讯来看的话，他可能也会担心说，第一个是，如果说你给他看你的手机的话，是他也要把他手机给你看，那是他的秘密是能够完全的在阳光下弹起来。那你们是能够以无条件的方式去包容他这个人，还是说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包容？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矛盾点的话，或许是因为他可能觉得没有办法给予你们在关系上的承诺，那么凭什么他去要求你们给你们把你们的手机给他看？这是他心里面的这个矛盾的地方。那第三个就是他会认为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对他来说这个矛盾的心情，就是这个犹豫跟复杂心情的话，他可能就只是单纯想要看你们的手机，想要把你们绑在他的身边，但是他又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个资格，所以他心里面的话是有这个比较矛盾的心情的。所以杨会认为，其实这个人或许是因为他的心里面本来就是缺乏了那种安全感，或者是说就是缺乏了那一种希望可以去掌握好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的状态。那这种的情况之下的话，就会不自觉想要把身边的人绑在自己的身边，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对他来讲，他是知道的，可是他就是会控制不了，其实自己心里面会有这些的一个的想法。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权杖七。那权杖七就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他的心里面的话应该是非常的负面，然后也是非常的愤世嫉俗，所以其实他一直很努力的想要把他的人生都搞定好，或者是说希望他的人生是有符合在这个所谓是社会世俗中的认知，或者说世俗中所应该要有的轨道跟轨迹，那不断的去努力，或者是说不断去改变，那他的人生之中总是会没办法往他觉得最好的方向走。或许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人的方法错了，或者说他所面对的态度也是不对的、不正确的，所以才会导致于说让他自己是没有办法能够顺利的去改变他的人生。所以他只想告诉你说，对于他这个人生其实他是非常的不满意，然后他其实也很努力的想要去尝试着改变他自己的思维，跟他面对说人生中的方式，或者说他生活中的步调跟方法，但是他不管他做出了任何的努力，任何的改变，也终究没有办法得到他所想要的。所以他觉得其实自己是有点对不起你们，或者是说他会觉得其他自己是没有那个资格去拥有他觉得应该要有的。所以现在断联中的他比较像是说有一点算是在自我心中的沉淀，或者是说重新的去思考，面对自己心里面比较需要去调整的那个部分。那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杨会认为啦，这杨的直觉跟感觉，他会觉得他没有那个脸面去面对你们，就是他比较胆小，然后他是觉得自己如果来找你们的话，是怕你们觉得他不知言辞，对，有点对，就是说
不知天高地厚，怎么敢来找你们这样子？所以他再怎么想找你们，可是他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担忧跟害怕。好，然后这样抽到的是圣杯九。那圣杯九的话，杨会认为说，如果说透过这个整体上来看的话，对，以他的角色、以他的身份、以他的立场来看，他会认为其实你现在应该过得蛮不错，你身边应该是有不错的人选，或者说你身边现在应该有其他的对象，或者是其实你身边应该是有其他的人对你真的也很好，所以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他会认为其实自己是没那个资格，是能够去把你们绑在他身边，他也没那个资格想要看你们的手机，可是他又想要看。所以在你们断联的这段关系的话，我们纵观看起来也会认为，其实这个人他并没有对于断联这件事情，跟你们之间没有联络这件事情，他感觉到很亏欠、很愧疚。他反而只是在特别针对说，以现在他的身份来看的话，他是没那个资格去希望你们能够为他做什么。其实这个差异就是在于说，断联的这件事情，他并没有觉得他做错了，而是在于说，这个已经做错这件事情，他大方的承认，他也去承担，那他也没有感觉到亏欠，只是在对说自己目前身份来看的话，是没有那个资格，是能够掌握得好你们的。那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可能这个人你要说他多喜欢你们吗？喜欢的程度的话，可能是偏低，或者是说他也会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那个资格可以去喜欢上你们，或者说可以跟你们在一起。对，然后再就是有可能这个人他会认为你们已经跟别人交往了。如果说真的没有的话，那你们可能要看看说你们是有释放出类似的消息，去让他有所误会。所以才会让他可能觉得自己会有点去打扰到你们，或者是说有可能你们现在是已经有一个稳定交往的对象，对，所以看起来啦，这个人似乎心里面有一些他个人的想法在，有点算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好，然后再抽到的是希望你装作不知道。好，希望你装作不知道的话，第一个是有可能你们知道他的状态，他希望你可以装作不知道，不要让他知道你们已经知道他的生活状态了。那第二个就是说他希望你可以不知道他有想你，或者说来找你的这件事情，或者说他有去打听关于你的任何的事情。然后第三个就是他会希望你可以装作不知道，你是不是很想念他。对，因为如果说你愿意装作不知道的话，那么他也不会去感受到，也不会知道其实你有去找他。如果说他知道你有来找他，或者说他知道你很想念他的话，可能他心里面也会承受不住，那么他心里面可能也会想要去为了你们这段关系多做点什么。所以这个人他心里面很多个人的小剧场然后也是比较活在他自己个人的世界里面，他都只想到他自己，他没有站在你们的角色，站在你们的立场去为你们思考。飘飘蓝，那飘飘蓝这边意味着说，就是刚刚杨所提到的，他只想要活在他个人的世界之中，他并没有站在你们的角度去为你们思考你们的事情。所以只要这段关系没有任何人去戳破，或者说没有任何人去改变了这段关系中的一个现况的话，那么这段关系就可以继续维持在这样的状况，那么他就可以不用去面对于人生里面他所必须要去面对的这些困难，或者是说面对于这些的挑战。所以有人会认为其实这个人他本身承受压力，或者是说承受所必须要去面对错误的这个责任的担当是偏小的，是偏低的，然后也是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其实这个人可能本身会有一点自私啊，虽然好像装得很可怜，或者说可能装得很无辜，但是我们另外一个方式讲，如果说你很爱这个人，是不是你会
舍不得让他难过，舍不得让他去误会自己，想要去澄清自己的状态，但他都没有想要去澄清任何的东西，他也没有想去做任何挽回的动作，只是单纯希望你能够去了解他。雅人会这么认为，就看你们个人有没有这么想。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钱币王牌，那钱币王牌就意味着说，其实他会希望这段关系是能够从头来过，然后或者是这段关系是能够在一个两个人之间都良好的这个状态之下恢复着联络，然后两个人能够继续的延续属于你们之间的这段的缘分，或者是说彼此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那只是在你们彼此之间的这段缘分、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如果说真的能够恢复，就是希望从头开始，然后不要去揭开彼此之间的伤疤，或者是说不要把过往的一些的事情拿出来再次的吵架。他会希望两人之间，如果说真的有机会恢复联络的话，就是真的从头来过就好，任何的东西都不要再拿出来讨论了，然后任何的一切的事物，就是重新开始之后，就再次不要再断联，不要再失去联络，然后两件事能够很长久的、长远的、稳定的走下去。可是这长久跟长远的稳定走下去的想法的话，是处于就是基本在于说不会再次断联，然后只是不一定要交往啦，有时候只是可能朋友，或者是说一个非常要好的关系而已。就是他在对于说关系中的状态的话，是希望从头开始就对了，关系从头开始，情感从头开始，任何的一切从头开始。对，那爱恨新仇，对那种的话，他也希望从头开始。对，就看你们曾经到底有什么样的状况是你们让我们觉得比较难以去面对的。好，那再我们抽到的是圣杯十，那圣杯十意味着说会希望这段关系接下来两人之间就是走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阶段，或者说两人之间在对于说这段关系是好的良好的关系，是不要有任何的争执跟吵架。那圣杯十的话会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会希望说你双方可以祝福着彼此，你可以祝福他，他也可以祝福你。第二个含义就是说，希望这段关系如果可以的话，是能够变成非常要好的朋友，或者说非常要好的恋侣。对，所以在十的这个部分的话，本身就是代表着是希望这段关系是能够和谐的。那这个和谐程度的话，就在于说，到底是两人之间，如果说曾经是应该说他也喜欢你，你也喜欢他的话，那么这段关系就会希望是能够走得很长远，能够交往。那如果说这段关系曾经都只是当好朋友的话，那只是表示说可能他只想跟你变成要好的朋友而已，并没有到想要跟你交往的这个状态。那只是单纯要看你们曾经这段关系里面是怎样去经营的，怎样走的，然后才变成断联的。那就是回来之后可能就会稍微去改变一下原本的那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似乎看起来这个人本身在对说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的话，是还没有到那么多的预设啦。所以会希望说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的话，也不要抱持太多的期待。洋洋会认为可能有更多的讯息是还是必须要去做探索，并不能只是看表面上。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人他还是蛮希望这段关系能够恢复联络，然后两人可以长远的稳定的走下去。好，那这样的话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好，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三组牌组的朋友，那么看到在验证牌的地方是你们在对于他的心情是如何呢？好，洋洋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第一张我们抽到的是太阳牌。好，那看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本身在对于这个人的话，你们可能是刚断联不久，或者是说其实没有到
那么的担心这段关系是不会完全的断联，或者说并不会失去对方。也就是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或者说面对这个人，你们可能还是能够知道他的状态，或者是说还是能够知道他的近况，或是你们其实还是联络得到他，或是你们俩之间的缘分呢，你会觉得其实并不会到完全的去断掉，所以其实你们身上的话，应该是会有一些能够跟他相处的这个机会的筹码，或者是你们会认为其实这段关系是还是有可能是能够再次的见得到对方，所以对你们来讲，这段关系断联的这样程度，或者是说目前的情况的话，不会让你们那么的担忧，或者说可能不会让你们也觉得那么的担心，表示说两人之间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呢，可能那个连结够深，或者说你们俩之间的现实生活中的那个缘分、那个连接是也很难切断的。可能你认识他的朋友，或者是你可能认识他的亲戚，或是你们中间其实有个缘分跟机会，是你还是能够见得到彼此。所以你在对于他的话，你心里面依然呢，还是抱持着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或是你还是抱持着是能够再次的见到彼此的这个机会。那但另外一部分也有可能表示说，这段关系中的你们可能也有去找什么其他老师算过，那不知道说选到这组你们是不是有透过一些的小方法，比如说像找一些老师做法，或者说可能有去求一些的护身符，或者说可能有求到一些什么东西，外在的力量是能够去拉近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拉近你们之间的这个距离。所以表示说，在对于你们来说，这段关系真的说要完全断联的话，你们也不会到那么的担心，或者说你们其实也不会到那么的害怕，因为你们还是会认为双方之间的这段关系是还蛮有机会的，是能够再次的见到彼此。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有可能你们对于这个人的话也没有到觉得非他不可，你们觉得还是可以当好朋友，所以是比较能够以一种平淡的方式去看待你们之间可能已经断联的这个缘分。所以表示说，喜欢这组的你们，其实你们算是一个蛮看得开的人，也算是一个对于爱情比较没那么执着的人。好，然后在我们抽到的是圣杯6。好，那对不起，圣杯9啦，讲错了。对不起，好，圣杯9。好，圣杯9就表示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对于你来说，这一组的你们是刚断联呢，还是说你们其实也不觉得你们是有在断联？反正就是这组的你们，大部分来说有很高的几率的人是可能就是可能刚断联1-2个礼拜，那你们也没有到非常的担心啦，就是你们还是会觉得这段关系目前对于你们来说影响力不大，或者说去影响到你们心情也没有到非常的多，或是如果真的已经断联很久的话，你们就只是单纯来看看而已，那就会是比较是把生活重心放在你们个人的身上，又或者是说你们会觉得这段关系就算有没有他也无所谓，那他过得好你也过得好，祝福彼此也是一个蛮 OK 的，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情。所以面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你们，其实你们没有到那么的执着，或者说你们也没有说一定要非对方不可，但是你们还是会希望这段关系是可以善终，就是两人之间不一定要这样子大吵一架断联，或者说两人之间也不一定是要没有任何的联系，就像突然之间的断联，或者说两之间就算没有在一起，还是可以当好朋友，互相的关心彼此的近况，或者说还是可以互相的知道彼此的状态。那这组的你们完全被对方封锁的话，这个几率也是蛮低的。大部分来说，你们都还是能够知道对方的现实动态，或者说还是能够看到他的 LINE 的主页，或者说他的脸书的贴文的状态等等，直接看你们是用什么样的社群的平台。所以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对于你们来说，面对于这段已经断联这段关系，其实你们心情也是有可能，你们可能度过了非常痛苦的那个时期，这是第一个的可能性。第二就是可能这段关系真的刚断联1-2个礼拜而已，1-2个礼拜以内是还不会去完全影响到本身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之中的那个心情，因为你们还是依然抱持着是能够再见到
能够见得到彼此的这个想法这个机会，然后你们会把很多的事情跟专注力放在你们自己个人的身上，那你们还是能够去得到对方更多他的消息。再来比较少的可能性就是你们觉得现在是断联，但是你们相信对方只是他太忙，或者说他可能真的身体太糟，或者说可能他的状况真的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只要等到他调整好之后，其实他就会找你们，或者说其实这段关系就会恢复联系，就是你们另外一个比较少人的解释啦，就是这个机会，那只是看你们到底是怎么想而已，因为毕竟这只是验证牌，那么多人看，有很多不同种的可能性。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权杖骑士。权杖骑士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你对于他，你现在应该有很多话想要对他说，你会希望把你们一直以来想要对他讲的很多的想法，或者说面对这段关系中你的计划、你的规划，你内心里面最深层的感受跟感觉，你们都希望呢是能够很诚实的，然后彼此坦诚相待的去和对方说，然后让对方知道其实你真正的想法是什么，然后面对说这段关系中你后面所想要采取的方式是如何。因为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对于你来讲的话，这个人现在目前对于你来说是非常还是有吸引力的。那不知道说是选到这组的你们你们有跟对方有滚过床单，对，那你现在可有一部分的啦，少部分是能够愿意成为对方滚床单的对象，但不一定要能够有未来的发展，就是说这个人的肉体可能本身对你们来讲是非常的具有吸引力的，这是第一个解释。那第二个解释就是你们会希望跟对方是能够坦诚相待，可以互相的说出，或者是说互相的把彼此之间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想法真正的说出来，并没有到说非对方不可，就是你们只是单纯希望说这段关系真的可以善终。那第三种解释的话，就意味着说，在对于双方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你们会希望是能够赶快能够见得到对方，或者是说是能够赶快跟对方有那个相处的这个机会。所以不晓得说这个你们是不是比如说像在海滩啊，或者是说海边、水上乐园，或者是游乐园，或者是健身房、游泳池这种的地方认识对方，或者说跟对方比较有密切的互动，所以你们就会一直不断的想要希望再去到那个类似的场合，然后再去能够见得到他，或者是说可以透过那个方式的契机是可以跟对方有互动。然后再就是你们本身是还蛮认为彼此间这段关系是必须要实际上的面对面的互动才有办法去进展这段关系，所以对你们来说，就算这段关系比较没有联络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但是只要是能够见得到他，然后在相处的当下就能够感觉到对方的存在，或者说对方的爱。所以现在你们比较像是那种少联络的人会这么想，就是能够见得到他，这段关系就有希望。那你们也会觉得其实能够见到他这件事情是只要你们愿意努力，愿意去试试看就是可以的。对，雅会觉得其实这组的你们验证牌的状况比较不同的案例比较多，那就看你们是属于哪一种啦。好，那这样的话就以上验证牌是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那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三组牌组的朋友，那么断联中的他想要对你们说什么，以及他的想法又会是如何呢？应该说他的感受啦，他的心情是如何。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抽到的第一张的字卡是想静一静。好，那这样的话看起来似乎选到这一组的们，你们心中所想的那一个人，现在他的话或许在对说你们目前的这段关系，他是比较希望有他一个个人的空间，或者是他个人的时间，或者是他会希望透过在这样子的两个人之间比较没有接触，或者是两之间比较保持一个在适当的距离的状况之下，让他能够好好的去想一想，究竟这段关系对他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或者是这段关系对他来讲的话，是不是如同他真的所想要的？所以就意味着说，在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缘分里面的话，很有可能对方一直以来所对待你的方式，或许是比较不是你们所想要的那样的一个结果，或者说那样的一个过程。那有可能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们是不是有经历过了一些争执、争吵，或者是会有一些的不愉快，或者是对方他从来都没有让你们知道他心里面真正的想法。那他也希望说，透过在这样子的一个断联之下的这个状况的话，来去让他重新思考，究竟你们在对他来说，是有多重要吗？还是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因为其实这个跟你们原本验证牌的状况其实会有蛮大的落差。那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在他的心情讲出这句话的，想到这句话的想法，他的感觉是什么？想太多，想太多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的对他来讲的话，杨会认为，其他就会希望说，这段关系你们这段缘分可以稍微拉开一点距离。那比较有一个距离的状况之下，或许才比较能够以中立的方式，或者是说用一个比较不会去伤害到这段关系的方式，来去让彼此之间对说这样的关系是能够比较冷静的去想一想。所以或许目前比较少联系的这个状况的话，很可能是他自己原本就已经所预设好的一个立场，或者说他这样的一个决定。那当然在你们这样的一个缘分之下的话，很明显呢，对方所对于你的感觉，可能就并不如同你心中所期待所想的那个的样子。所以或许你们也会要重新去思考说，究竟你们对说这个人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是非他不可，还是说你们还是一样觉得只是让这段关系稍微保持点距离，也是能够去推动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前进。就看你们要如何去界定于对方他现在跟你们之间断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它所背后的意义。当然因为我们还在第一个部分，所以还是要继续往后看。那我们用来看一下在塔罗牌地方所要给予你们的补充的讯息。第一张的讯息是权杖皇后。好，那权杖皇后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在你们之间这种关系的话，一定是有一方是想要一直去主导着。那杨会认为说，其实会比较像是一个阴性能量比较重的那一方，会想要去主导着这段关系，而且主导关系的方式的话，其实会有一点是想要去控制着另外一个人，或者是说想要透过这种方式来去吸引到对方对于自己的注意力，或者是对方来对于说自己这方面的一个好感。所以呢，其实在被控制的那一个人想要对，被控制的那个人的话，他其实是有发现到在这段关系里面其实是不舒服的。那他其实想要对你说的话就是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会希望可以让他去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会希望你也可以用同样的平等的方式来去对待他，然后也希望在面对他的时候是可以比较像是一种让关系顺其自然的发展，不要总是好像为了要让关系进展，然后去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说去设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圈套，或者是说为了这段关系好像总是有一点太公开，就是说可能让身边很多人都知道你喜欢他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太过于昭告天下。有时候他可能在面对说我们之间的关系，他希望可以慢慢来，或者说是可以比较是私底下去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进展两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却会反而因为你可能太喜欢他了，或者说你可能太希望可以让关系进展了，所以你就会有一点太过于不小心做太多，所以就容易会让他有一种被吓到的这个感觉。那其实也不能说是他讨厌你，或者是说他不希望这段关系是有进一步的发展，只是单纯他会希望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能可以
有一点点的距离的存在，或许可以让两人之间的关系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像是说进展上面才不会那么的有压力。对，因为看起来其实对方有时候会有点受不了你的一些的做法跟你的一些的行为，会容易让他感觉到心情上面是比较不好受的，或者是说在一些行为上面的话，会有时候让他感觉到是容易没办法做他自己。对，所以他有时候就会有一种想要逃开的感觉。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钱币六，那钱币六在这边就意味说，其实他比较喜欢两之间是顺其自然的方式走下去，是能够让对他来讲的话，是觉得比较舒服的，也是觉得这段关系是比较不会那么的让他感觉到有那种被控制的感觉。然后他喜欢两个人之间是共同合作去做某一件事情，或者说两个人之间为了某一个的未来啊，或者说某一件事一起共同的努力的那个过程，他很享受那个过程，他不是想要那个结果，是想要那个过程。因为在那个过程里面是不仅可以让他感觉到很放松，然后可以让他觉得是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或者是能够让他找到他觉得是自己有价值的这个部分，而不是被你塑造出来的，或者说不是被你给引导，是他自己去挖掘，自己去感受，自己去意识到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人生才是他所想要的。所以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很明显就是以他来说，他希望呢自己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两个人之间共同的努力之下。所以有的时候，当一段关系太过于汲汲营营的话，那确实也容易让两人之间的关系反而会变得更远，或者说那个心的距离是没办法那么的靠近。那当两之间都是用那种比较放松的方式一起去相处，然后一起去感受的话，其实这才是他真正所想要的。那时候你可能会认为，为什么他都不说，或者是说，他为什么都不太愿意表现出来？或者说只要他愿意跟你们讲，那你们可能就会去改变你们自己。那洋洋会认为说，其实这个应该是有表示一点，但是你好像没有 get 到，所以有时候他就会可能放弃了，或者是说他就会觉得你好像有点不太能够明白他的意思，所以他就会比较像是用逃避的方式去面对于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缘分。对，所以在选到这组的你们的话，可能还是要稍微想一下，如果说这个人之后回来找你们的话，或者说你们再次恢复联络的话，是不是你们要稍微改变一下你们自己的做法？因为其实这个跟原本你们验证牌的地方，其实会蛮大的落差。好，然后再就是有异性缘。那有异性缘的话，这边可能会是指你或是指他。就比方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其中有一个人是非常的有异性缘，然后是容易能够得到他人的好感，或者是说在桃花运的部分的话，是还不错的。那因为我们本身是字卡的地方，是在还没有任何的牌卡的情况之下的话，如果说你是问同性之间的人，那就一样，对方觉得你是还蛮有异性缘的。那不管对方到底知不知道你是喜欢同性，或者说对同性是有好感的话，那对他来讲，其实因为你如果说本身就有异性缘，那他就会觉得其实你是比较适合走异性恋的这条路这个方向。那当然这个解释的方式就可能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以比较大方向的解释来说，就是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之中，其实就势必呢他会比较担心是两人之间的这段缘分可能会有其他的人来去阻挠，或者是说这段关系容易会有碰到其他的障碍，其他的状况，那就会让这段关系不容易能够很顺利的往一个双方之间都觉得比较好的方向走。那或许可能是因为应该说或许他肯定会想说应该是两之间如果真的有其他的阻碍者的话，是不是选择自己去放弃，那也会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选项之一。好，我们来看一下，在他讲出这句话的话，他的心情又是怎么样呢？好，我们来抽一下牌卡。
好，那这句话我们抽到的是自在。好，那自在就意味着说，我们洋这边分2个方式来讲解好了。第一个是，如果说你们是属于问同性之间的人的话，那就表示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对方会觉得跟你应该说，如果说是有异性的，应该说你们是问同性的人，然后如果说是有异性缘的这个部分的话，他就觉得如果说能够跟异性相处，其实是比较自在的。那就看说他究竟是真的是喜欢同性还是喜欢异性。如果是喜欢异性的话，就表示他会觉得是能够增加自己的桃花运，他会觉得是蛮不错。那如果是喜欢同性的话，就表示说他觉得跟异性相处其实是比较能够符合他自己本来的个性，所以他觉得这个部分是比较自在的。那面对于你，他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比较有一点有压力。好，那如果说你们是问异性恋的人的话，那就表示说对方，他也会觉得可能跟异性相处在一起，除了很有自在的感觉之外，那他也会觉得可能自己本身的魅力也是蛮足够，那他是很享受在那样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那你们是异性恋，然后对方好，这样有点太复杂。好，那反正就是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的话，对他来讲，要能够他想要的就是一种很自在的一个氛围，然后是能够很轻松、很愉悦的相处的模式。所以如果说你们总是在过往里面有对他一点情绪的勒索，或者是说有一直要求他，希望他可以为你们做什么，或者说我会用一种冷暴力的方式先去勾引他，或者说勾起他对于你们的好感，对于你们的兴趣，对于你们的喜爱喜欢的话，那么这样子对于他来说，其实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的舒服，或者说他会觉得也看得出来你们的用意，一开始可能会有用，但在随着时间久了之后，他就会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相处的方式是比较不健康的，也不是他那么喜欢的。好，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为你们抽到的塔罗牌的补充的讯息是什么呢？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宝剑侍。好，那宝剑侍在这就意味着说，其实有时候心里面不好的感受跟感觉，它都会比较像是放在心里面。在你们过往的相处里面的话，一定有很多是让他觉得不舒服，或者说会让他觉得是比较不痛快的，是让他觉得比较排斥的。那在以这样的状况之下，一开始他可能有让你们知道，或者是说有透过其他方式去表现出来。那如果说你们愿意，就是愿意去听他的心声的话，你应该会觉得其实他对这件事情是蛮困扰的。那如果说你们比较不愿意听他的心声，他就会开始越来越不太想要去表现出，他觉得你们这样的对他态度是他不喜欢的。所以其实在过往的关系里面的话，对方他本身在跟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他很常去做了很多可能并不是他本意，或者说他不喜欢做的事情，表现出他不喜欢的那个样子。所以说在面对你的时候，他会有一点绑手绑脚，在你面前虽然有时候表现出一种好像很自在、很开心、很快乐，但其实他心里面是过得非常的压抑的。那目前的他会觉得说，其实现在没有你的生活的状况的话，也不至于到太差，或者说也不会到说，不习惯，然后他反而是比较能够去做他觉得是他想要去做的事情，或者说他觉得是比较舒服、是比较自在的这个生活。只是有时候他还是会觉得没有你们在身边，或者说比较没有你们的讯息的话，他难免还是会觉得有点无聊，或者说有时候他难免还是会觉得有一点，比较不快活。对，因为可能在过往你们相处里面的话，因为刚刚前面提到说，他其实还蛮喜欢你们比较自在的那个过程。那虽然相处过程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的不愉快，让他觉得有摩擦，有需要去改进退让的地方，但是也因为可能时间久了，相处时间也是蛮够的。那两之间其实也是还蛮有缘分。那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在没有你的陪伴的状况之下，长期久相处之后，他还是会觉得少了一点什么。那就是他现在洋洋会觉得，他其实有一点想要考虑去
跟你们恢复联系，或者是说想要去接近你们，想要更加的靠近你们，但因为想到说自己过往的一些的心情的状态，或者说曾经所发生的那些的点点滴滴的回忆的话，反而会让他觉得有点考虑了，就是他会有一点退缩的情况，可是他本身还是蛮在意着你们，还是蛮希望，这段关系是能够赶快的，是有一个突破的机会。那只是在对于说突破这件事情的后面结果是如何，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也是还不太能够确定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我们抽到的是战车，那战车就意味着说，现在的他是还蛮享受他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们先以他自己个人生活的部分好了。他只想告诉你说，其实现在目前他的生活的这个状况的话，他本身的人缘算是蛮不错，然后现在他的身边的朋友对他也是还蛮好，所以现在他算是有点慢慢的找到他生活中一个新的重心，或者是说他生活中一个新的方向。但是刚前面提到我们有一张宝剑四嘛，所以意味说虽然他是有找到一个自己人生中的一个方向，或者是说他觉得应该要怎么去过生活的那样的一个想法，也是因为他还在试试看。可是因为当他一个人，或者说当他觉得心里受伤，或者是说他再次遇到类似同样跟你们过往相处那种很类似的情景的时候，他又会去想起你们，然后他心里面可能又会感觉到有一种孤单寂寞的感觉，除非是他能够去身边很多人陪伴，或者说很多人一直去找他出去玩，或者说很多人一直跟他聊天，要不然他其实基本上常常还是会感觉到有一个人的时候，还是希望有一个人来很信任的人、熟悉的人来烦他，来去让他觉得还是有被人给需要的。因为有异性缘这件事情只是可以增加他的自信心，可以让他感觉到可能别人很需要他，但是这件事情本身也不能够完全代表说别人是真的需要他，有时候可能只是一种表面上的一个感觉，或者说一时之间的那个氛围。可是一旦到一个人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沉静下来，比如说晚上睡觉前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种落寞的感觉，或者说还是会有一种比较孤单的这个氛围存在。所以有人会认为说，他这有异性缘的部分的话，只是表面上感觉到是没有那么孤单，但其实如果说当真的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会依然觉得蛮痛苦，或者是说蛮不是滋味的。对，这是在我们抽到的第二个的部分。好，那来为大家抽到的第三个的话是安心的感觉。好，那安心感觉就意味着说，其实刚阳所提到的，如果说有你们在他身边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反而会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虽然好像听起来就会有一种矛盾，因为前面提到他好像又对你们有点反感，然后有点讨厌你们，可能想控制很多东西，或者说又会觉得你们是不是有想要做什么，然后他会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对，又觉得好像被管的感觉。但其实当他一个人的时候，又会觉得如果说有你们在身边的话，他会觉得感觉到非常的安心，就是他所想要的。所以其实这个人或许啦，他还在对说自己的人生中，他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或者说一个样的什么生活的方式，是他都一直还在探索，还是一直在摸索的这个状况。那无论这个年纪多大，其实应该是说，无论你们心中所想那个人他的年纪多大或者是多小，但每个人在面对处理爱情的这个课题的学分其实都不太一样的。也有可能有人会因为自己的人生的经历跟背景，所以导致于让一个年纪小的人，可能他对说爱情学分就是已经很满分了，就很懂得去珍惜自己的感情。那也有那种很年纪岁数很大的，那他自己可能一直在就是个性上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啊、缺陷啊，所以他可能在对自己的爱情学分一直都没有修好，都没有修满，都会以自己为主。那但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也蛮容易让他自己不懂得去珍惜感情。所以无论说你们自己的喜欢的对象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年纪的人，那目前对他来说，他有意识到
有你们在他身边，其实他才会感觉到非常的安心，或者说他才会觉得能够比较放心自己的生活。好，那这样抽到的是受伤，那受伤就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断联之后，确实他的心里面会蛮不是滋味，或者是说其他心里面有很多不好受的感觉。那他有时候也会认为，会比较有点像是自怨自艾啦，会觉得好像都是你的错，然后他可能有时候也会意识到是他的错。那大部分来说，他会觉得这是你的错，他会觉得是你没有做好，或者说他会觉得是你没有去珍惜我的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那其实他自己本身呢，还是蛮在意着你们。因为或许这段关系断联之后，你们也是很潇洒的离开，你们也是很潇洒的放他走，那他就觉得蛮受伤的。那这个潇洒离开跟潇洒的放他走的话，就算你们当初再怎么样的去苦苦哀求，一直不断的去传讯息给他，或者说不断的等，就是说目前的你们看起来就像是好像默默在等他回来找你们联络，或者是说你们不管现在做了什么，对他来讲，你们做的任何的很多的决定跟事情，对他来讲都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伤痛，都是会让他感觉到心里面非常的不是滋味，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所以这种安心的感觉的话，又会觉得其心里面对你有一种埋怨呢。对，就是他的心思其实会有点复杂啦，然后他的想法上面的话，就是会觉得比较没有懂得去珍惜你曾经为他所做出的任何的付出还有努力。好，那再我们抽到的是这个是宝剑十。好，那宝剑十就是很明显就是告诉你们说，对于他来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就是真的已经有点算是说伤害到他，然后他在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这段缘分，在他心里面呢，就是觉得就有种被你给遗弃、被你给抛弃的感觉，所以他现在心中是有满满的怨念，或者是说其他心里面真的很多不是滋味的感受，会觉得其他自己就是真的有种被抛弃，或者是说没有被你给照顾到。那但也可以是解释成为现在他是对他自己的行为有很多懊悔的感觉，所以还是要看你们个人的个案。应该是说，如果我们这段关系是对方突然之间就不见的话，那就意味着现在他其实非常懊悔他自己的决定。那如果说我们这段关系是有经历过的争执、吵架，或者是有讲好两之间分开的话，那我就表示其他现在对于自己当初所做的对你讲说那些话的话，他觉得有点后悔。对，好，来看一下第二张的牌卡。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圣杯三。那圣杯三就意味说，其他会觉得现在你应该生活过得蛮不错，或者说他会觉得现在你应该也不太需要他，会把自己打理得非常的好，所以现在他就会认为，其实这段关系的话，你就算没有他，也是可以过得非常的好跟融洽。那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现在他会尽可能的都去找朋友去聚会聚餐，然后去让自己慢慢的忘记，或者说让自己暂时的麻痹他本身在这段关系里面找不到的一个出口，或者是说找不到他所想要的感觉，可以透过跟朋友之间相处的方式来去让他自己不会感觉到那么的心酸。对，因为是心酸，就是说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会去觉得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怎么会两之间的缘分，两之间的状态会变成是说没有办法那么的好。对，其实他心里面蛮挣扎的，然后他心里面其实也是蛮矛盾的。他所向往的就是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是能够回到原本，可是回到原本又会回到原本状态。那回到原本状态的那样相处模式，他到底还愿不愿意接受？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我们值得去探讨或者是占卜的内容。好，那我来把这个收起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部分，他想要对你们讲的话是好人缘。
哇，你们这一组就是一直都跟什么异性缘啊、好人缘啊，或者是说这方面的字卡有关，所以不晓得说是不是这个人本身在他自己的性格上面的话，本来就是对于他自己有很多的，有很多的不满吧，他对他自己的个性是不满意的，或者是说他这个人本来的性格上面就是比较自卑的，所以他有的时候就会比较向往像你这种人的个性，或者是说你的人缘的人气的这个部分。那在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看起来，他其实会有一种自我的矛盾，或者说他有时候其实会觉得自己的人生里面是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去改变，需要去磨练，或者是说需要再去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他们抽到的是失败，所以他会觉得其实自己一直都没有办法在所谓人缘的地方，或者是人际关系的这个部分，能够获得到他觉得相对应的成功，或者是说他觉得是比较好的，就是说他会觉得自己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去做改变、调整、改进，要不然他的人生应该会一直继续的这样子失败下去，或者是说是没有办法得到他觉得相对应或者是对的这个部分，所以因此对他来讲，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他会认为自己是蛮孤单的，因为好像找不到一个真正去了解到他的人，或者说去愿意接受他的那样的性格的人，所以他会容易把很多事情讲的应该说想的太过于悲观。那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如此，我们也不一定嘛，因为有的时候有可能只是他自己个人真的想的太多了。好，来看一下在塔罗牌地方所抽到的字，补充的讯息是什么？好，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太阳，好，这边就跟你们的验证牌就会有符合，就是有靠近了。好，那这句话就表示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这段缘分的话，他会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事，你还是会愿意接受他，会愿意接纳他。那这段关系的话，就算他不管再怎么样的失败，或者说不管他再怎么讨人厌，你们还是会愿意的。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或者说会愿意给他一个温暖的一个家，所以他会觉得其实跟你们相处在一起，为什么会能够让他感觉到那么的安心，或者说为什么会那么想要去回到你们的身边，或者说为什么总是不时之间一个人的时候会去想起你们的原因，就是在于说，因为有你们的存在，你们的出现，让他找到人生中一丝丝微弱的光芒，让他在黑暗之中能够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定位。所以就是因为有你们的出现，有你们的存在，有你们的耐心，才会能够去让这段关系，让他这个人一直把他的心思总是会去想到你们。就算现在是断联了，少联络了，可是蛮明显就是他总是会去想起你们，而且他都会想到关于你们好的部分比较多，虽然也有不好的，但大部分来说都是属于想到比较好。然后就是你们本身这个人的性格是完全吸引得到他的注意力，是完全让他感受到他其实是不孤单、不寂寞的。好，然后在我们抽到第二张的塔罗牌是权杖七。那权杖七意味说，其实他现在一个人算是蛮默默的努力，然后想要把他自己重新塑造的更好，想要让他自己是能够去当站在你们面前的时候，是也能够被你们给看得起，或者是说能够让你们觉得他焕然一新。所以目前的他，如果说真的要去主动联系你们的话，可能要再等一段时间，先让他把他自己的状态调整好之后，其他就会主动的来找你们了，或者是说他也会去想着要在未来的某一天是能够的再一次就是回到你们身边啦，对，然后就是希望说这段关系是能够继续下去，也应该是说不能算从头开始，而是继续下去。他希望能够延续下去你们对他的好，希望能够继续享受到你们对他的依赖，然后虽然可能中间还是会再次发生到过往的事情，因为我们看不到他到底有没有想改变，但至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还是会想要去希望这段关系是能不能
再次的继续往下走。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是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